大家好，我是云飞。今天我将带来一款非常具有想象力的产品，来自圈内知名的声学品牌 IKKO， 据说是全球首款具备智能系统的 TWS 耳机。这款耳机最梦幻的点就是支持45种语言的实时翻译，支持 ChatGPT 语音对话，还有会议纪要，而且这些功能在其他设备上都是需要付费的。它竟然全部都免费了。作为一款耳机来说，你觉得实现这些功能是一个什么形态呢？你对它的兴趣有多大呢？跟我一起来看看它究竟如何。我是对这类新奇的玩意儿非常感兴趣，点赞支持一波，一起来瞧瞧这款名为 IKKO Active Buds 的耳机到底有多神奇。这就是它的本体，一个四方方的小盒子。和别的 TWS 耳机不一样的点是，它前面有一块屏幕，一推，下方的一对小耳机就露出来了。上方也亮起了耳机当前的状态信息，当然你也可以操作，直接触屏或者使用右侧的滑条就可以控制它的应用。这个触控条也是非常实用，因为屏幕较小，如果直接用手指操作就会遮挡屏幕，而这个触控条的设计就是为了避免这种情况。机上顶部 C 口，左侧居然是 SIM 卡槽，这也预示着它的功能强大，这个我们后面会讲到。右侧是开机按键，像这种科技产品肯定也是支持无线充电的，不然咋谈智能呢？上滑盖拿出耳机本体，整体是比较圆润的设计，小巧的同时也很轻，只有 3.9 克。不过有一说一，它的耳机拿取有点困难，建议可以设计的更好一点。既然是一款耳机，那么我们首先就应该讲一下它的耳机特点。在音乐的播放方面，它是 AAC 传输，但后续很快就会支持高规格的传输协议 LDAC。我们先来听听它的表现。目前它支持2个模式的音乐播放 ，POP 和 HiFi， 我们一起来听一听。视线的蚂蚁被腐肉所吸引，我面无表情，看孤独的风景。失去你也爱开始分明，失去你还有什么是好关心？当各自不再象征和平，我终于被提醒，功成身为时的是秃鹰。我用漂亮的押韵形容被掠对空的爱情。一群嗜血的蚂蚁被腐肉所吸引，我面无表情，看孤独的风景。失去你也爱开始。什么是好关系？但各自不再象征和平，我终于被提醒，功成身为时的是秃鹰。我用漂亮的押韵形容被掠对空的爱情。它的默认音效给我的感觉是低音相对来说是比较浑厚的，人声部分比较突出，而 HiFi 模式下它的乐器表现会更突出一点。这2个模式相辅相成，你可以在适当的场景下切换对应的，可以获得不错的效果，降噪也是可圈可点。我们一起来看看它在常州地铁的表现。下一站三桥场，乘常州地铁。耳机的基本情况我们都了解了，现在来讲讲大家最感兴趣的耳机仓。我片头讲的那些功能肯定都集中在这个耳机仓里面。这么小的一个体积，居然还有1000毫安的电池，搭配充电仓使用情况下，可续航150小时左右。而且它还自带非常多的功能，我就挑大家最感兴趣的翻译来看。它自带一个翻译软件，可以设置对话模式，也可以实时模式。我觉得它这个功能对于我这种英语一窍不通的艺术生或者留学生、考研爱旅行的朋友来说是非常不错的。至于可以做到怎样的地步，我们来实际的看看。这个速度还是非常快的啊。我们来演示一下它的这个双向翻译的功能啊，就比如说对面是和我们一样，我们可以给它耳机，也可以给它充电仓。就比如说我是说英语的，我这样就可以直接点一下这里 ，Can you understand me speaking？ 然后我结束了，你看，它这边就会实时的显示 How are you？ 是的，我是可以听清楚你说的这个语音的。你看，它现在就翻译过去了。我们就直接使用 IKKO Active 这个东西来实时的对话吧。看这个速度还是非常快的。比如说我拿到上面的这个 Yes I can，
感觉以后遇到外国友人也可以直接上前比划比划、聊聊天了。耳机自带的这个功能还是非常酷的。要知道，市面上稍微好一点的翻译机，比如说某大讯飞的 Nano 加，售价1299，还得搭配手机才能使用这个功能，而且仅支持8种语言，只有单向翻译功能，还不能出国使用。而这款 Active Buds 能支持45种语言，能双向翻译，全球都能用。目前能做到双向翻译的耳机，据我了解只有时空狐，而它的售价是2200。你没有听错，就仅仅比普通的耳机多了这一个功能，它就能卖到2200。而 Active Buds 自带 ChatGPT， 据我的测试来看，应该是 3.5 版本，不过很快就要升级到 4.0 版本了。现在 ChatGPT 官方正版的使用费用是每个月140人民币左右，而这款 Active Buds 永久免费，在国内不翻墙直接用，这点确实是很香。推荐10个在江苏常州附近，时间不超过1个小时路程的，适合拍照的、适合拍摄视频的这个自然风景地方。一个是天宁寺、红梅公园、红梅湾。红梅湾是哪里？我需要你再推荐10个更加小众一点的景点，最好是免费的。当然，请看下面的推荐：一常州旁边河东景区，一个小众的风景区，有着房屋建筑和自然风光，是一个安静而美丽的地方。2常州。你们先别想为什么我会在耳机的充电仓上问这些问题，很多时候我们或许会突然有一些好奇，直接就可以拿起来问，这就会非常的方便。我就有那么几个这样的时间，就比如突然想问问有哪些地方适合冬天去玩，为什么春天会下雪这些问题，顺带还可以和朋友炫耀一下我这个耳机还可以回答问题，这是不是美滋滋的呢？还有会议纪要功能，据我了解，目前还没有哪个会议纪要 APP 是免费的。就比如某录音笔，售价要1000多，一个月也只能免费使用10个小时，而这款耳机居然都是免费的，而且还不限时。现在我们就来算算，一台带双向翻译功能的耳机是2200，ChatGPT 功能140一个月，会议纪要1000，这就已经3000加了。其他的功能就相当于免费赠送了，你说这香不香吧？为了更好的实现以上的3个功能，这款耳机还具备了独立的安卓系统，有应用市场，可以直接网易云，直接和耳机连接，都不需要佩戴手机了，也可以直接手机通话，因为它可以插入电话卡嘛，电话、短信它都不在话下。当你在运动或是跑步时，就可以很好的体现出来。跑步戴着耳机听歌，也可以拨打电话，不用依赖手机。它自带32GB 的内存，可以下载其他的应用。你甚至可以在这块小屏幕上面玩神庙逃亡。当然，你到这会儿肯定也都看出来了，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耳机盒大小的小智能手机。手机能干的大部分事情它都可以干，且在一些方面干得还不错。这对于一个手机来说，可能没什么特别的，但是它是一个音频设备，它主体还是作为声音产品来和我们连接，还是蛮引人入胜的。作为耳机，它可以直接在充电仓上面播放流媒体，可以直接在上面调整 EQ。而且这款耳机的硬件级 EQ 调节还会大大减少失真，不需要特意的去连接手机，也可以单独作为音乐播放器存在。当然，上面我也提到了它的充电盒是一个小的智能机，那么它当然也是可以连接其他的音频设备，比如音箱，直接作为音频的中枢，传输音频内容到其他支持蓝牙的设备上面播放也是不在话下。但是它也有一个缺点，它的耳机部分它是没有入耳检测的。这款 Active Buds 作为与众不同的耳机，确实在目前众多耳机里面给了我一种很不一样的体验。不仅是带屏的充电仓，自带同声翻译、ChatGPT， 还有会议纪要，更是其对耳机这个产品的探究，对声音拥有可能性的发掘探索。在未来也许会创造出一个引人入胜的音频世界。Active Buds 并不是花里胡哨，我愿将它定义为一款拥有良好耳机性能且又具备性价比的 AI 智能耳机产品。希望这款产品可以在未来不断的迭代升级，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科技体验。科技的进步从来不是一蹴而就，在以前谁又能想到这样一个小小的产品里面可以装如此多的内容，有如此多的功能呢？我是云飞，最后的最后，记得点赞收藏。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